湛蓝的天，黄色的土地，还有远处的雪山。这就是冬日的帕米尔高原。而在帕米尔高原上，瓦罕走廊是一处更加充满神秘色彩的所在。从柏油公路拐进一条土路，驻守在瓦罕走廊的第一个边防连就要到了。王记者你好，我是卡拉奇谷边防连指导员王世玉。指导员好。王姐你好，我是连长刘建伟。连长好。好。瓦罕走廊又称阿富汗走廊，位于帕米尔高原和新都库什山之间，呈东西走向。瓦罕走廊全长约400公里，在我国境内长约100公里，北临塔吉克斯坦，南依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也是我国与阿富汗之间的唯一陆路通道。瓦罕走廊的平均海拔高度在4000米以上，而地处瓦罕走廊入口处的卡拉奇谷边防连，海拔高度是3600米。这个地方感觉风好大呀，这是个风口吗？对，咱们这个地方，因为它地处瓦罕走廊的入口处，它从每年的11月份至历年的5月份，一直是这样的风。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风口，是吧？对对对，刚好是风口，刚好是风口。因为这个到尽头的话，它这个瓦罕走廊还有90多公里，咱们这刚好是入口，刚好风从这儿下，就这一条通道。卡拉奇谷在柯尔克孜语的意思是黑洞，而黑洞的另一个解释就是咽喉。因为属于军事禁区，几十年来，除了当地牧民，瓦罕走廊便鲜有外人进入了。那么，这里的连队官兵究竟有着怎样的工作和生活呢？哦，好冷啊，咱们进屋吧。走吧，请里面坐会，外面确实太冷了。不知什么原因，卡拉奇谷边防连连长刘建伟的腿有些一瘸一拐。连长，你的腿怎么了？感觉没事。没事。感觉不太方便啊。没事。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10点，而卡拉奇谷边防连的官兵要到一个叫皮斯岭沟口的地方执行潜伏任务。皮斯岭是卡拉奇谷边防连的巡逻点位之一，达坂海拔5316米。在塔吉克语中，皮斯岭的意思是雪豹出没的地方。为了便于隐蔽，汽车停在了皮斯岭的沟口。接下来，官兵们还要往前行进，找到合适的潜伏位置。我们的巡逻主要是防止那不法分子他们掌握我们的巡逻规律。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利用我们巡逻或者观察的死角，进行一些潜入潜出的非法活动。高原的夜晚气温早已骤降，后半夜更是能够达到零下20多度。但是边防官兵的巡逻潜伏任务却从来不会因为天气的原因而有所改变。这是2016年夏天，连队官兵到皮斯岭达坂巡逻时的情况。这次巡逻河流比较湍急，水最深的地方，现在最深可以达到1.5米到1.8米。现在看目前这个现状，人必须下马。各个山谷水下来以后都是汇聚在那一条河里边，导致那个河水特别大，太急，把马也受不了，人也受不了，时间长了。冷啊！这里边的雪水都是刺骨，这个脚下去了以后，基本上有上半个小时、20分钟，那就麻木了。刘建伟在卡拉奇谷边防连当了5年连长，经常到皮斯岭达坂巡逻，他的腿早已经落下了病根儿。
就是在这一次巡逻之后，他双膝的半月板中重度损伤，左膝肌腱炎，右膝髌骨脂肪垫损坏，这也是我们看到他的腿有些一瘸一拐的原因。然而，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刘建伟又和官兵们一起在皮斯岭的沟口进行潜伏了。我们这个灯待会儿也必须要灭掉，是吧？是的，是的，是的。哦，那行，那就咱们在你选择的那个地点，离它比较远的地方，咱们就把灯给关了吧。好的，好的。不影响你们潜伏。好的，好的。再次见到连长刘建伟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而他很想跟我们说一说军马的故事。刘建伟当连长以来，已经有4匹军马因疲劳伤病牺牲在了巡逻路上。这是第1匹牺牲的军马之墓。巡逻途中没有合适的工具，但刘建伟带领战士们就用手一点点挖出来。卡拉奇谷边防连的官兵希望，每一名到皮斯岭巡逻的边防军人都不要忘记这些无言的战友。感谢你曾经为连队付出的辛勤的汗水，谢谢你。第1批军马，也就是我们2014年的第1次巡逻。我说那个马感觉这个右蹄子感觉有点黄，掰，什么情况？他说我也感觉，我说不行，下来牵着吧，对吧？我们走着看一看。牵着马，但是前面的地方要过河也没办法，必须要上马。上马之后，那个马整个就是走着河人直接整个倒到河里，倒掉了。倒掉之后，我说这是马太累了，我说比牵着走行了，不行了，你要在过河的时候2个人骑1匹马，把这匹马牵着。完了以后，那个掉到河里面，你第一反应感觉不到，等你感觉到的时候，你在水里面，然后水确实比较凉，也比较冷。我说完了，断气，断气。马最后的时候就是那样，最后一口气。卡拉奇谷边防连附近的公主堡，与连队遥遥相望。它虽然不是战士巡逻的点位，但连长刘建伟
还是强烈要求让我们去那里看一看。连长，你为什么这么想让我们来爬公主堡啊？你的腿又不好，而且这个地方那么难爬。这没有关系，今天让你来，主要是看一看我们这个地方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这个连队啊，它驻守的是咱们整个的瓦罕走廊的最东端。古时候，在唐朝的时候，就是因为此地战略地位的原因，我们这个唐朝的那些守防的官兵啊，就在这个地方历尽千辛万苦上面筑的城墙，也进一步体现了咱们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公主堡位于古丝绸之路咽喉地段的一座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在当时是海拔最高的战略要塞之一。你看咱们这一片多美啊！这一块地势开阔，正前方的这条河流叫红旗拉普河，它整个是通往红旗拉普，咱们正前方大概也就是5公里的地方，一直就是咱们的三阳丝国道，通往咱们中国的这个中巴的国门。在唐朝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就有驻兵，而且它上面还有他们修的一些城墙，土层加这个藤条垒起来的城墙啊。你这么转过去，那个是给他好，来，慢点，好来，1、2、起！这地方太难爬了，走一步滑一步。因为刚才我摔倒的时候，就感觉坐在这个上面，然后脚下边根本就使不上力，所以就根本站不起来。有一个人等一下王超。1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爬上了这座公主堡。尽管公主堡并没有想象中的壮观，但是时隔1000年，一条蜿蜒的古城墙却成为古今边关将士的纽带。尽收眼底，感觉周围的几条沟，然后包括这边一大片，包括几条河，全部都能看到。对。而且我们这个现在可以回头看一看嘛，看一看我们这个他们上面古人修建的这个城堡，是不是漂亮吧？那个是城墙是吧？对，城墙城堡就是在山脊上边的那一带。对，山脊那一带上面，你看上面突出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藤条呀、石头啊，那些都是早已残败的公主堡，却见证了戍守边关的军人情怀。这里有他们的职责和使命。加油！对。离卡拉奇古边防连驻地不远，光秃秃的小山包上，几个土堆，几块石碑，烈士们已经在这里长眠了将近半个世纪了。尊敬的戍边前辈，今天我带领连队7名新选举的士官来看望你们，向戍边前辈致恩。连长，咱们这些烈士都是怎么牺牲的呀？咱们这个，你像阮学德烈士呢，他是咱们这个1969年，当时在修建我们这个边防公路的时候，因为他身体患了这个高原肺水肿，患了高原肺水肿之后，当时咱们这个医疗条件，包括我们的好多公路没有修通，导致他这个突发以后，就在我们这个地方牺牲在这个地方。
我感觉现在这个地方的那个环境都挺恶劣的，像现在风特别大，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更艰苦。他们那个时候应该现在是比我们现在更艰苦啊。还有我们这个江苏淮安县的这个杨格生同志，他的情况是这样子，他当时也是因为从江苏来了之后，直接没有经过咱们这个景园的休息，直接到达帕米尔高原，突然海拔的落差太高之后，直接就从高原反应太强，在送往喀什救治途中牺牲啊。感冒、肺水肿，在高原上，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小病，都有可能夺去生命。但瓦罕走廊从古至今都是边塞要地，即便是失去生命，一代代边关军人都是这样的坚守在这里。今天又再一次的过来看望你了，怎么说呢？现在连队这几年以来，在边境管控上，还是全面建设上，都上了很大一个台阶。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边境的管控上，安防了一些这个既往措施，比如说我们连队现在还有这个远程监控，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守防条件比以前越来越好了。虽然如今瓦罕走廊的执勤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了，但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却不能改变，依旧狂风呼啸，黄沙漫卷。然而，戍边军人从来不畏任何困难和艰辛。在新疆边防，为了更好地戍守边防，了解边防情况，连长刘建伟还要经常到护边员家走访。他和周围牧民以及这些塔吉克族孩子早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跑过来，来，叔叔抱，叫他抱起来。哎呀，哈哈，想不想叔叔？想。想吗？想。哦。这个姑娘多大了？她今年8岁了。8岁了。对。我特别喜欢小孩子。怎么说呢？我跟这个丫头现在是最亲的，最亲的。我当连长的时候，她当时才4岁多点，现在都8岁了。记得有一次是2014年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过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听见我们的车了，一个人冲到路口去了。他就他，特别好，特别好。喜不喜欢叔叔？喜欢。他汉语还可以啊。还可以啊，还他上小学呢哈。对，现在小学。哎，因为有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的联想到我的娃娃，真的不由自主联想，跟他们玩啊，他们这，然后他们尤其后边跟我说，哎，连长嘛，你好人一个。我说为啥？你妈对小娃娃特别特别好嘛，特别特别好嘛。事实上，连长刘建伟也有一个3岁半的儿子。由于常年和家人分居两地，他只能通过1周1次的视频了解儿子的成长。朱江阳，想不想爸爸？爸爸。哎。我看见。爸，好好的，爸。好好说。爸爸。我爱爸爸。爸爸也爱你。你看镜头嘛，你往这看，你看手机。刘江阳，看手机。是啊。你再说一遍嘛，再说一遍。爸爸。啊？爸爸，我爱你，爸爸，我爱你。爸爸也爱你。因为和儿子聚少离多，
儿子很少像今天这样向他表达感情。刘建伟突然觉得儿子懂事了。他有的时候，我说儿子干啥呢？爸爸你讨厌，爸爸你讨厌，你都不回来，都不给我买好吃的。他有时候觉得啊挺伤心的。不过通过今天这个视频，我觉得就是说工作所有的苦和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点压力都没有了，因为我们家人在后面给我们这么强大的支持，我们没有理由不干好工作，啊。在卡拉奇谷边防连，我们认识了连长刘建伟和这些朴实的官兵，也了解了他们的戍边故事。而在瓦罕走廊，还有更多的边防军人肩负着守卫祖国边防线的神圣职责。接下来，记者将前往明铁盖边防连和红旗拉甫边防连，跟随官兵们踏上边防巡逻路。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兵守瓦罕走廊》第2集。